沙特采购了中国的红旗17A-E 防空导弹，那么俄罗斯 S-400的位置又应该在哪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0号报道说，沙特在选购防空导弹的时候，选择了中国的红旗17A-E 防空导弹。因为同时参加竞标的还有俄罗斯的 S-400，所以国内有些媒体说是红旗17A-E 击败了俄罗斯的 S-400。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不准的。首先，沙特放弃 S-400更多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美国最近针对印度购买 S-400的事情，已经是表现出了一个威胁态度，说不管是印度还是别的国家，以后谁再敢买俄罗斯武器，美国就要翻脸制裁谁。所以，不管中国用什么导弹参与竞标 ，S-400既然来自于俄罗斯，那就赢不了。另外，如果说我们和 S-400进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击败 S-400也不是靠红旗17A-E， 那得靠红旗9B 才行，因为红旗9B 才是和 S-400功能相近，有替代关系。红旗17A-E 是近程防空导弹，那么各种近程防空导弹和红旗9B 或者 S-400的关系不是竞争，而是配合。战场上，远程防空导弹的作用呢，是在比较大的范围之内控制中高空。比如说，红旗9B 现在最大射程都是260公里以上，进入这个范围的飞机，包括一些个短程的战术的弹道导弹，都是红旗9B 或者是 S-400的拦截目标。而飞机在高空活动，燃料最节省，而且利用高度优势，观察范围、武器打击范围都是最大的。但是遇到红旗9B 这类防空体系，那就必须随时小心。一旦被这些远程导弹的火控系统锁定，飞行员就要赶紧往低空躲藏。到了低空，受到地球曲率影响，那么远程防空导弹阵地上的火控雷达可能就没法继续跟踪目标，这样飞机就会躲过去了。但是红旗9B 也好 ，S-400也好，只要把对方飞机从高空逼到低空，那么飞机的观察范围、打击范围都缩小了，远程防空体系就已经发挥了作用。而且这个时候，负责中低空的近程防空导弹正好可以发挥作用，对这些进入低空的飞机进行猎杀。所以呢，面对敌人空军的威胁，远程高空和中近程低空都是要配套在一起使用的。而沙特这次选择了红旗17A-E，只说明他们要优先解决一下中低空的问题，未来还有可能继续选择一种远程防空导弹。到时候，如果沙特还不能考虑采购 S-400，恐怕就要考虑红旗9B 和美国的爱国者3。那样的话，就要看美国会不会继续用政治手段压制红旗9B 的出口。沙特呢，先买红旗17A-E，对沙特来讲也符合实际需求。因为一方面呢，沙特现在主要作战对象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没有高空作战飞机，主要威胁都是一些小型的无人机。这些小慢低目标用红旗17对付特别合适。而且呢，红旗17A-E 一台车就是一个完整作战系统，并且能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随时搜索目标，随时开火。这样多台红旗17A-E 分开部署，就能在很大范围之内给车队、给前线阵地、给重要目标提供保护。而远程的高空弹对付这些小半低目标效果不好，所以呢，在战场上我们也看到了亚美尼亚的 S-300阵地经常被一些小无人机干掉。那么，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些远程防空导弹阵地周围都是要部署中近程导弹，提供补助性保护的，不然这些远程防空导弹阵地反而很容易被这些低空渗透的小慢低或者是巡航导弹干掉。那么，沙特先引进红旗17A-E 以及其他的中低空防空系统，也是为将来引进远程防空导弹打好基础。红旗17A-E 先进入沙特，似乎也能为红旗9B 的销路先开个路。不管将来沙特会不会购买更多的中国武器，反正现在购买中国武器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这也给美国出了一个难题，美国武器的优势领域正在减少，要想公平竞争呢，就必须增加科研投入，或者就是利用政治手腕继续打压。不过，谁买中国武器就制裁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制裁本来要拉拢的国家，那美国得罪的国家就可能太多了。好，关于在沙特的防空导弹竞标中 ，S-400是不是被我们的红旗17A-E 打败的？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